大家好，見到四面嘅環境就知道我喺船上邊啦。咁我哋而家就喺郵輪上邊，準備開始呢個長江三峽嘅旅程。嗨，我們現在這個房間其實是我們的星際阿波羅郵輪，我們的郵輪旅程要開始啦！那個房間是有2張0.9米的單人床，其實嘞環境還不錯啦，畢竟是新的郵輪嘛。現在呢，我們來到了廁所參觀一下。哇，居然有馬桶，居然有淋浴可以洗澡，好耶！太浮誇了你。浮誇嗎？往外走的話，就是滾滾長江，岸的那個紅色的就是東水門長江大橋。風景還是不錯的。基本上這個郵輪的航程就是晚上航行，白天上岸玩，所以還是很輕鬆休閒的，適合一家大小帶老人啊、孩子啊來出行。咁睇完房間之後，我哋出去外邊睇下呢一艘郵輪係點樣。咁呢一艘船入邊呢係有5層嘅，一般嘅娛樂設備都係會有嘅。咁我哋上嚟甲板睇下，呢度係朝天門碼頭，咁對面嘅橋呢，就係東水門長江大橋，下邊當然就係長江啦。咁呢一艘船呢，其實都唔係好大嘅啫。咁等我行一圈俾大家睇下。船嘅最上層就係觀景餐廳，咁呢度嘅環境呢，其實都算唔錯，比較整潔乾淨。呢艘就係有名嘅長江夜遊，團客最愛嚟㗎。睇嚟今日嘅天氣都算唔錯。我哋第一次落船，呢次嘅目的地係西陀古鎮。要暫時離開我哋嘅郵輪啦，係咁先。咁今日嘅天氣呢，就真係好熱嘅，真係一啲都唔誇張噶。最高溫度我估計應該有40度。咁前面就係西陀古鎮啦。西陀古鎮係一個剛剛開發嘅古鎮。嗨，我們現在來到了長江郵輪的第一站西陀古鎮。當然是免費景點的一站。然後這裡西陀古鎮要爬幾百個台階上來，然後非常熱，曾經會作為地下港的聯絡基地，所以也算是一個紅色古鎮。我們現在一起去逛逛吧。呢條雲梯街係西陀古鎮嘅主要街道。呢間賣豆腐花嘅店睇上嚟生意都唔錯喎，客人都幾多㗎，基本上都賣晒啦。咁西陀古鎮呢度嘅本土文化呢，其實係鹽運。而家睇到嘅應該係西陀古鎮嘅特色表演。呢啲人應該係官方請嚟嘅，然後再裝扮成鹽運工人咁樣，等啲遊客可以欣賞同埋影相，以及了解呢個鹽運過程。咁我哋繼續向前行啦。其實兩邊好多嘅店鋪都係冇開嘅。呢度又係另外一場當地嘅特色表演，好似舞龍舞獅咁樣嘅舞牛。有時呢，又覺得佢哋好似喺度亂搞咁樣，但係呢，有時又覺得佢哋舞得都算係幾生鬼㗎。反正啲觀眾其實都睇得幾開心，整個場面都算唔錯，幾熱鬧㗎。呢度係西陀古鎮嘅含猴宮，亦都叫張飛廟。佢臨街而建，但係佢係要另外收門票嘅，所以我哋係冇入去。呢度有啲似當地嘅小博物館，介紹當地嘅一啲鹽運文化。仲有一啲鹽運工人用嘅裝備同埋工具。西陀古鎮佢原有大量嘅鹽運工人喺度，
久而形成咗一個小鎮同埋佢自己嘅獨特文化。雲梯街真係雲梯街，名不虛傳，真係有好多級樓梯㗎。呢位大叔一睇就知道係濟公 cosplay 愛好者啦。同時呢，佢為咗招攬生意，亦都不遺餘力咁同路人搭訕。其實佢係呢間濟公酒館嘅老闆。平時除咗自己拍下寫真之外呢，佢亦都會為佢嘅酒館招攬生意。其實佢呢個樣呢，亦都算係幾達嘅。前面就係呢個雲梯街嘅終點啦，爬上嚟亦都算係唔容易㗎。從呢度俯瞰長江，可以睇到呢度已經離長江有一段距離啦。咁我哋呢一次西陀古鎮之旅就逛到呢度先。我哋頂住呢個強大嘅太陽返嚟啦。我哋嘅下一站就係呢個位於渠塘峽嘅白帝城。我哋先上岸登上呢個蘄洲。蘄洲呢度呢，喺古代亦都屬於巴蜀地區嘅重鎮，係一座歷史悠久嘅名城。蘄洲嘅城門呢，亦都算得上係比較宏偉壯觀嘅。從呢度上去呢，就可以到達白帝城風景區啦。呢度就係白帝城風景區嘅入口。現在這裡來到了白帝城，四里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的那個白帝城了。三峽大壩沿途的景點很多都被淹了，只有白帝城還保存完好，因為它比較高，在一座山上。然後這裡可以看到瞿塘峽，就是打卡10元人民幣背後的那個景點。Over。喺呢度就可以睇到長江瞿塘峽嘅風景。白帝城風雨廊橋，呢一道橋呢係後天建嘅。大家都知道白帝城係喺個半島上邊，但係因為長江山峽令到水位上漲，而家白帝城已經變成一個孤島啦，所以景區呢就建咗呢道橋同白帝城連埋一齊，所以只要穿過呢條橋呢，就可以到達白帝城啦。現有嘅白帝城亦都只剩下呢個山坡上嘅呢部分啦。所以如果要到山坡上邊嘅白帝廟，係要走一段嘅山路。咁如果你體力唔好呢，唔想行山，咁呢度呢仲有提供呢個滑竿抬運服務，即係俾錢就會有人抬你上去噶啦。老闆要不要出錢給我做一個滑竿？老闆說不要。不要。單程120蚊，雙程200蚊，呢個價錢真係幾貴噶。到了，這就到了，幾近啊！呢度就差唔多到山頂啦，咁我哋先休息下先。嚟返支白帝城雪條，係咪好特別呢？白帝城呢有多座嘅城門，城牆係一段圍住一段，好似成套城咁樣。但係因為長江水位上漲，呢啲城牆基本上都俾水浸晒啦。呢度就係白帝廟，係白帝城嘅標誌性建築。白帝廟係位於白帝山嘅山上。白帝廟係屬於漢代嘅建築，所以佢嘅建築風格喺而家已經好少見啦。白帝廟嘅大門呢係吸引咗好多人過嚟影相嘅，咁就等我哋一齊帶大家入去白帝廟睇下。而呢個白帝廟最有名嘅就係劉備臨終前喺白帝廟託孤俾諸葛亮嘅事蹟。呢度就係託孤堂，
重現咗劉備當年託孤俾諸葛亮嘅場景。呢啲泥人嘅手工同埋表情呢，其實都 OK 嘅，我俾70分。这个白帝城吧，在我有限的人生阅历里，算是我来过的最坑最废的景点了。目前为止是没有之一的，就这样吧。我哋一齊嚟後山睇下。呢個許願木牌鈴鐺應該係好多景區入邊嘅老套路啦。呢個係夫妻樹，兩棵樹纏喺一齊，咁我就唔知道佢係自然生成係咁嘅，還是係有人工干預嘅。但係睇起上嚟呢，亦都算係幾特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嚟後山嘅目的就係嚟睇呢個位於10元人民幣背面圖片嘅真實地方——長江三峽之首渠塘峽葵門段。大家睇下似唔似？呢度就係長江渠塘峽嘅河道，河道兩邊垂直嘅岩壁係非常之壯觀嘅。喺呢個垂直嘅岩壁上邊呢，啲古人居然仲喺呢度興建棧道，真係不可思議㗎。渠塘峽呢一段嘅水路呢，睇上嚟亦都非常之窄。咁我哋想象一下，如果唔係三峽大壩令到呢個水位上漲，喺古代嘅時候，呢一個峽谷嘅水流係有幾急同埋幾險。而家呢個水位已經上升到喺半山腰呢個位置，對於環境係會有好大嘅破壞，但係就會令到河道咁闊，航行咁安全。我哋嘅下一站就係去換船，準備去小山峽。呢度就係小山峽，又叫做巫山小山峽，位於呢個重慶市巫山縣，係由龍門峽、巴武峽、滴翠峽3個峽組成。Hello， 寶子們，我們今天來到了這個地方是小三峽，這裡是小三峽的第一個峽谷龍門峽。也許走着走着就不是龍門峽了，但是至少這一段還是龍門峽啊。現在這裡是小三峽的第二段巴武峽，第一段龍門峽就比較雄偉，第二段巴武峽這裡就比較奇特。好了。巴武峽呢度係以奇峰怪石而出名嘅，下邊再配搭上一江碧水，組合成一幅奇特嘅景象。我想知道呢位師兄究竟喺度練乜嘢功，而且仲唔怕曬，好似好勁咁。呢度就係巴武峽同埋滴翠峽之間嘅仿古棧道。呢一條仿古棧道相當之長，而且睇上嚟好似係最近先至起嘅，估計應該係為新景點而起嘅。呢一啲岩壁上邊好似有開鑿過嘅痕跡。呢度應該係仿古棧道所連接嘅一處觀景平台，從遠睇好似仲幾靚㗎。棧道上仲有涼亭，行到攰呢可以喺度休息下。呢度係羅家寨，睇上嚟亦都係一處新開發嘅地方，整個建築睇上嚟都好新淨。呢一條仿古棧道依住石壁而建，居然仲非常之長，估計起碼有幾公里長。如果以後呢條仿古棧道開放嘅話呢，我估計起碼都要行半日先至行得完。不過呢條仿古棧道如果係用木做嘅話呢，走起上嚟就會結結結結咁響，都幾得人驚㗎。嗨，現在這裡是一段自拍，我身後的就是巫山神女峰。最後一個目的地就係呢個長江三峽之一巫峽。簡單總結一下呢一次長江三峽之旅嘅感想。喺呢個自然風光方面，我覺得三峽的確係有佢個人獨特之處，雄、奇、秀、險都有啦。可惜嘅就係呢個三峽大壩
造成呢個水位上漲，對呢個自然風光有一定嘅損害。再講呢個沙峽嘅人文景觀，咁係由於呢個水位上漲而造成呢個毀滅性嘅破壞。而家我哋見到嘅所有沙峽景點，基本上都係人為重建嘅，原來嘅歷史遺跡已經永遠咁沉喺水中啦。呢度係長江沙峽大壩，係我哋沙峽之旅嘅最後一站。我們最後一站來到了長江三峽大壩旅遊區，這裡是潭子里景區，是其中的一個景點。然後這裡可以看到三峽大壩的全貌。睇到遠處嘅大壩，離我哋仲有一段嘅距離，咁我哋需要步行一段距離先至可以到嘅。在我後面呢，就是三峽大壩升船機。然後如果來到這裡玩的話，是可以坐一下來體驗一下的。但是我個人不是很喜歡這個景點，我覺得沒什麼太大意思，可能我更喜歡自然景觀吧。唔理你認唔認同都好，沙峽大壩亦都係一個宏偉嘅工程。而我個人對於人造嘅建築的確係唔係好感興趣。而長江沙峽大壩呢一國之重器，到底係利佔幾分，弊佔幾分？我相信喺歷史嘅長河中，終究係會為我哋見證。